谁能想到原始森林中竟然藏着一座隐形别墅？当房门合上那一刻，别墅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别墅里食物红酒应有尽有，并且在里边能清楚地看到外面，而外面却根本发现不了别墅的存在。两个女人先是一阵跳舞狂欢，然后抱着兔兔沉沉地睡了过去。这时兔兔感觉无聊，悄悄从洞口爬出，悠闲地吃起草来，全然不知危险的到来。睡梦中的金姐突然被枪声惊醒，本能地拿起床上的枪。照理说没人能发现这座隐形别墅，但外面的枪好像长了眼睛，朝着枪姐不停地射击。显然对方有热诚相迎，是有备而来。好在别墅的玻璃是中国制造，防弹性能根本不在话下。但就在两人庆幸之余，外出的兔兔突然钻了回来。紧接着，显然外面的人也发现了这个洞口，对着洞口一顿疯狂射击。等金姐回过神来，对方竟转头逃之夭夭。好在两人都安然无恙，可他们的兔兔却成了替罪兔。枪姐抱着心爱的兔兔，气得浑身发抖，发誓一定要让对方付出应有代价。此时金姐早已料到是谁干的。金姐和枪姐本是一对顶级神偷，但他们受够了刀尖舔血的日子，而且攒下的钱也足够下半辈子衣食无忧了。于是他们向老板提出隐退，但老板很清楚，两人办事向来所向披靡，自然不肯放过这么得力的赚钱工具，一口回绝了两人。于是两人带着心爱的兔兔藏进了秘密打造的隐形别墅，试图摆脱老板的控制。很显然，这次的突袭就是老板的警告。金姐气冲冲找老板理论 C'était quoi ce putain de coup de pression? Mais moi aussi, je suis contente de te voir. Tu déjeunes à coup? 金姐刚进厨房，老板就令手下抓住一个厨子，用厨子的性命做威胁，命令金姐接下一个任务。无奈之下，善良的金姐只好妥协。两人依照老板的指示找到接头人，这次他们的任务是去巴黎的修道院偷一幅价值连城的名画。金姐以枪姐车技太烂为由，要求添加一名专业司机。接头人推荐了职业赛车手山姆。两人来找山姆时，他正在愤怒地训责队员黑妹。黑妹一怒之下抢下头盔，开上车子扬长而去。所有队员都惊呆了，这把比刚才山姆那把好太多了。而黑妹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一个，证明他调试的车子没有问题，开不好完全就是司机的问题。山姆恼羞成怒，直接开除了黑妹。这黑妹也是个暴脾气，当场脱掉鞋子，扯下队服。Avec plaisir. 金姐两人看得目瞪口呆。 Elle est démente. Non mais faut qu'on lui paye un verre. Et des fringues. Waouh. 看黑妹离开后，两人迅速找到她。交谈后，两人才弄清楚，原来他们要找的山姆不是那个男的，而是眼前的黑妹。金姐直接开出平分200万美金的条件招募黑妹，而黑妹刚丢了工作，正好也没事干。略加思索后欣然加入，但黑妹只会开车，对其他一窍不通，这让神枪手枪姐对她很是嫌弃。于是两人迅速对其展开了集训，跑步、游泳、射击、体能。一开始黑妹很菜，但经过一天天的，黑妹的进步突飞猛进。接下来正式开始执行任务，第一步就是偷取修道院的建筑设计图。黑妹负责潜入办公室偷图，枪姐在远处狙击掩护。没想到黑妹第一次执行任务就非常顺利地拿到了设计图，于是沾沾自喜起来。就在这时，枪姐发现有人来了，对方有10个人。黑妹瞬间慌了神，只听见外面一阵突突声。黑妹正要出门，却被吓了一跳。几秒的功夫，10人全部中麻醉枪倒地。就在黑妹庆幸之余，一个老头竟突然站了起来。这次枪姐让黑妹自己解决，但黑妹却吓得瞬间定在了原地，动都不会动了。眼看老头按响了情报器，枪姐只得再次出手。好在两人顺利逃到了楼下。枪姐刚坐上车子，黑妹瞬间加大了油门。黑妹以95每公里的时速带着枪姐疯狂逃跑，仅仅5分钟的时间就穿过了整个科西嘉岛，整的枪姐浑身上下都想吐。这次任务下来，让本来互看不顺眼的两人彼此都认可了对方的实力。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最重要的偷画了，但在此之前他们还有件更重要的事，为心爱的兔兔报仇。枪姐提前登上高处，装好枪上好膛。黑妹两人开着跑车停在一个巷子里。On nous a dit que vous cherchez des danseuses. Donc on vient se présenter à vous. On vous montre? Maledette. 金姐两人当街开始跳舞，几个男人丝毫不知死期将至。就在几人看得神魂颠倒时，舞蹈继续，金姐的手在背面比出一个2，眨眼间，剩下几人终于发现了不对，然而为时已晚。在两人淡定优美的舞蹈中，几人怎么也想不到，他们会因为打死一只兔子而丢掉性命。大仇得报后，几人心情格外美丽。此时金姐说出了一个藏在心中许久的秘密，她怀孕了。两人惊讶的同时，也真心替金姐开心。
还一起想好了小孩的名字小拉。几人回去时，接头人已经将最终的偷画流程设计好了。金姐和枪姐提前藏进雕像内，接头人扮成餐车摊主勘察情况，在合适时机发出行动信号。黑妹负责开车在外面接应。要说这接头人也真是不靠谱，还没开工就饿了，要自己给自己整点吃的。然而一不小心将耳机掉进了面糊里，枪姐、金姐这边迟迟等不到行动信号，两人直接破壳而出。此时接头人的耳机由于掉进面糊，突然信号中断，耳机还没修好，对面就来了一大批演出者。一大早的他们也没吃饭，正好看到接头人的餐车，于是一窝蜂的过来点餐。而黑妹这边也遇到了麻烦，她停的位置是拖车专用位，工作人员要求她必须挪车。尽管状况百出，金姐两人还是打算按计划执行任务。先是几发麻醉枪将监控室的保安打晕，然后黑掉监控系统，接着就是最重要的偷画了。金姐正在采画，突然一束强光射来，一个男人闯进了展览室。男人问金姐在做什么，金姐临危不乱，淡定地说自己要把这幅假画裁掉。Attends, parce que ça c'est une fausse. Bah oui. C'est pour ça qu'il n'y a pas de gardien en fait. Eh putain, bien sûr, je suis con. 保安当然没有保安了，因为保安全被枪姐给弄晕了。就这样，金姐一边淡定地跟男人聊天，一边马不停蹄地裁画。而黑妹这边刚挪到一个位置，又要被迫挪车，车子一直在流动中。接头人那边更是离谱，由于他做的食物太好吃了，现在摊位顾客爆满，光是做食物都做得应接不暇，根本无暇顾及金姐两人。等终于忙完之后，他才想起他是来协助偷画的，赶紧修好耳机，联系上金姐两人。好了，你们可以从雕像中出来了。然而转头一看，三人已经完美的执行好了任务，多亏了三人的默契度，要不真被这猪队友给坑惨了。很快到了给老板交货的日子，也是最终博弈的日子，三人能否功成身退就看今天了。黑妹骑着摩托在下边接应，枪姐提前找好了位置，观察着老板那边的一举一动。在检查完名画的真伪后，老板当场将画卖了出去。此时金姐再次提出了金盆洗手的想法，而老板也早有准备。他料到枪姐会提前做好狙击，特意换了位置交谈，还把房间的所有窗帘都拉上。然而他忽略了金姐和枪姐的默契度。就在金姐和老板各持己见，互不妥协之时，金姐突然爆出一个坐标，老板终于慌了，然而为时已晚。很快楼上警报四起，保安立即冲上楼，大批警察也赶过来。而金姐早已做好了走不掉的准备，她早已计划好了要用自己一人的牺牲换回枪姐和黑妹两人的自由，以后再也没人可以胁迫他们做事了。如果还想继续现在的生活，那么两人就是最好的搭档。金姐让枪姐赶紧离开，但枪姐却说什么都不肯走。很快大批武装警察闯了进来，金姐刚举起枪就被击毙，眼看已经无力回天，枪姐只好按既定的路线逃到了14号房间，那里有直接通往房顶的通道。转眼间金姐被装进了裹尸袋，黑妹也骑着摩托伤心离去。对于这样的结果，屋顶的枪姐一时难以置信，但也只能接受。4年后，黑妹突然找到了枪姐，此时的枪姐按照金姐预想的那样，有了自己的小院，过着田园般的生活。但遗憾的是，她还是没从金姐离去的遗憾中走出来。黑妹将她带到一个神秘的地方，枪姐仅仅看了一眼就愣住了。帐篷中坐着一个小女孩，跟记忆中的金姐一模一样。Tu t'appelles comment? 枪姐瞬间泪目，此时背后伸出一只手，原来金姐还活着，而这一切都是金姐提前计划好的。早在行动之前，金姐就提前部署好了一切。楼下的保镖队伍中，她早早就安置了自己的人。那次行动，她不光要解决老板，还几人自由，还要帮太过依赖自己的枪姐找回自我。枪姐14岁就跟了金姐，由于太过依赖金姐，枪姐早已失去了自己的个性与生活追求。金姐故意制造出自己死亡的假象，就是为了让枪姐在没有自己的日子里慢慢想清楚自己到底要怎么活。此片名字叫《女僚机》，是一个偏文艺的女性动作片，全片围绕3个女人的友谊展开，从很多细节中体现了女性之间的相互理解、相互体谅、相互救赎。片中几人之间的对话也很诙谐幽默。由于篇幅有限，在视频里就不一一展开了，有兴趣的可以去观看原片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我是小米椒，咱们下期再见。